美国非农数据不出所料的塌了，结果美国老乡喜大普奔呢。你看这失业率高兴成这样，因为加不了息了嘛。那边呢日元汇率连创新低，结果呢渡边太太们也拍手称快存在美国的钱更值钱了。本国经济越差，怎么还显得经济越好呢？神不神奇？霍尔木兹海峡又进入了薛定谔的状态，欧洲发达国家缺油少气，制造业全面躺板板。结果金融市场股债双高，比翼齐飞，股债跷跷板效应根本不存在的。这在焦虑贵族嘴里属于是神功大成的迹象你们是不是把自己的葵花宝典送给他们了？而另一边呢，美元指数一路上涨，结果呢，人民币骑着美元飞，我国出口还再创新高了有人说这是金融危机的前兆如果流动性风险大爆发，我们在劫难逃。还有人说这是 AI 泡沫，如果西方的链有问题，我们也难以独善其身。要我说，真正的变量只有一个，中国变强了，财富被我们留在了自己的盘子里，原来靠榨取我们的财富的整个系统自然就萎缩了呀。总有大明白让我解释为什么我总说西边不行，结果人家市场走这么高。今天我大发慈悲的告诉你，因为钱多资产少，所以单位资产上的价格就变高了。无论股债还是物价，没有那么多东西撑着，放了太多的水就显得很贵。不是他们的市场红火，是他们的钱不值钱了，或者说币不值货了。现在整个西方经济学所有的失灵和错误判断，如果消除掉我国经济发展这个变量，现在都依然能成立。比如股债跷跷板，在西方传统金融框架里，这俩向来是反向资产经济越好，钱进股市，债市就下降；那经济差呢，钱就去债市避险那股市就平淡。这玩意儿是过去50年对冲基金的祖师爷规矩。可是现在呢，整个西方为什么都股债双热呢？这不是什么神功大成的迹象这是因为中国这头经济的大象站在了跷跷板的另一边，直接把对手盘一竿子给支在这儿了。现在真正的全球经济的底色是我国掌握最大规模的实物资产和最完备的稳定的供应链，中国资产正在成为全球的无风险资产锚，所有风险偏好低的资金都在向东流，因此把西方所有的资产都当作高风险资产在炒。说人话就是西方凭借军事技术、政治价值观、国际秩序等一层层垄断垒起来的这个财富鱼塘漏了。经过几十年的产业空心化，实体经济的鱼儿早就顺着洋流游到咱们中国这儿了。他们那破池子里只剩下央行天天放水的那个水了，鱼都没了。你看这水面越灌越高，池子里不管飘的是什么玩意儿不管是股票、债券还是什么金融衍生品，价格它可不就跟着一块往上涨吗？所以原本这个鱼塘遵循的西方那套经济规律它就失效了呀。最明显的就是汇率嘛，大家都知道日元和美元的这个套利机制借日元存美元吃利息差嘛。那这个套利模式最重要的基础是日本绝不敢在利率上跟美联储叫板。但是呢，有一批做人民币和美元套利的这个群体，它就很稀有算是跨境套利界的傻狍子。为什么说稀有呢因为跨境套利这个事儿主要要有2点。第一呢是要稳定的利差，第二呢是要有比较大的规模。而这帮傻狍子呢，一般呢是加5到10倍的杠杆来做，去赌咱家央行不敢升值。这个心态就跟过马路不看车，心里默念他不敢撞我一模一样。然后结果大家就看到了，人民币在全球地缘动荡、供应链崩溃的当下，有我国全球独步的稳定性和制造业能力作为支撑，走出了六亲不认的步伐。于是今年人民币相对美元升值了 3%。中美的货币利差一下子被压缩到了 1.25% 到 0.25%， 于是这帮傻狍子就被自己的5到10倍杠杆给定点爆破了真的是担着白粉的风险， 10%到15%的风险盼着是白菜的收益0.25% 的收益。现在大家看到的痛心疾首的在那疾呼说人民币升值对出口形成压力的那帮子人，十有八九是这帮狍子我们的货币背后站着的是全球最大门类最全的工业体系，而美元靠的是金融溢价。08危机和疫情2次大放水之后形成的这个巨大的水池子，根本这些资金不进入实体经济，全在金融市场里空转。而人民币靠的是实打实的物理输出，这2套逻辑现在是各走各的道。想搞套利至少你得要找一个像小本子那样一个主权被阉割的家能毫不犹豫的把自家的经济给美国当血包才能有跨境套利的土壤。
我笑日元被凌迟，有人就跟我留言强调日经225创新高，你要是馋你就快去哈。这个汇率暴跌说明你日元的实力啊，购买力彻底成渣了。股市狂欢说明你的资金流动性彻底泛滥了。日本现在正在向全世界展示一种叫做截肢了，还以为自己在长高的行为艺术，你可以去贡献一臂之力啊。